旁边大哥都出来了，来单哦。作物。好，带您来看到现场的最新情形，可以看到呢，因为之前被媒体人周玉蔻以及蔡玉珍污指，那么绯闻案的这前中国小姐张淑娟，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也就是当时县市长9合1的选举的期间，那么周玉蔻小姐啊，她在这个民视政论节目《辣新闻》里面有关于就是当时不实的指控张淑娟小姐涉入当年的一个在金华饭店滚床单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我想当时呢也引起社会非常多的重视和报道。当时是完全是周玉蔻小姐，她基于政治的利益，还有她的收视率，然后一个完全的不实，而且是这样的恶意的一个指控。那么一直到昨天一审判决出来，包含周玉蔻还有蔡玉珍，分别被判了1年6个月。那在这么漫长的一个司法的途径里面，我们的当事人张淑娟小姐真的受到非常多的煎熬，所以她选择在昨天宣判之后呢，今天呢要跟社会各界来报告。那么陪同张淑娟小姐来召开记者会的是植根法律事务所的所长吴汉成律师。吴汉成律师也是在这个案件里面，那么协助张小姐打赢这场官司。那我想我们的记者会首先开始，先请律师吴律师来跟大家报告这个整个的这个司法官司，后续他们会怎么做？那先请我们吴律师来跟大家做说明。好，谢谢委员，还有我们今天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感谢今天大家出席这场记者会。今天的主轴是张小姐，她等一下会来报告。我简单的开头花个2、3分钟跟大家报告。昨天上午，台北地方法院针对张淑娟小姐控告周玉蔻还有蔡玉珍2位这个诽谤跟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案件，我想大家手上都有资料，那确定他是判决这个2位呢，都是有期徒刑1年6个月。那我们这个作为张淑娟小姐的这个代理律师呢，我对法院的判决呢表示尊重跟肯定。这个判决彰显了法院对于个人名誉权跟隐私权的重视，同时对媒体人呢喜欢用不实诽谤内容作为争取声量的恶行呢，做出了明确的警告作用。所以这个案件中，详细的内容我在这边我就不赘述，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个判决可以引起社会对于媒体责任跟言论自由界限的一个反思。当我们在讨论这个言论自由的时候，那么同时应该要秉持专业精神，确保你所传播的这个资讯的真实性跟准确性，避免对于被报道者的一种伤害。那么张淑娟小姐跟我都在此要感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公正跟效率，那也感谢张淑娟小姐的信任跟坚持，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最后，我要呼吁周玉蔻小姐、蔡玉珍小姐，你们2位，如果真的如你们在法庭上跟张小姐道歉这样子的真诚话，请你们2位放弃上诉。好，这个才是真正的对张小姐认错的真诚表现，也为自己的行为负起应有的责任。好，以上，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吴律师的说明啊。接下来我们就由当事人张淑娟小姐来跟大家报告，在这2年多以来，
他面临在整个的官司诉讼里面，其实面临到包含周玉蔻跟蔡玉珍，其实呢，是非常狡猾的。好，本来一直在做辩解，那过程呢，发现他们根本所提出来的证人都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所指控为真呢，结果就用了各种的这种战术。说实在，淑娟在这段时间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煎熬啊。那么还好，包含我们的检察官啊，还有包含我们最后啊这个判决的法官啊，事实上都还给他了一个清白。那我想接下来就由张淑娟小姐来为大家来做报告。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我是张淑娟。首先，我要先站起来，先跟每一双温暖的手。我觉得被霸凌的人，尤其台湾的社会最近被霸凌的事件层出不穷，光是劳动署的亲生的员工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心痛，39岁就走了。我一口气一口气呼吸到现在，从2022年9月中被霸凌到现在。我感谢每一个温暖的手。王宏伟委员，我跟他求救的时候，他还是议员，我不认识他。我也谢谢黄世昌老师，也谢谢王世坚。我的霸凌案件是超越蓝绿的，只要每一个台湾的人，我们都认为是善良的。今天我一口气一口气呼吸到现在，我要先谢谢每一个帮我加油的人。不然我觉得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案子发生之后，我一直说我很庆幸我父母亲过世了。我觉得我的父母亲还在世的话，他们承受不了这种惊吓。然后，我是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人，做过主播、体育主播、体育赛事。我今天带来我自己在这2年的亲身经历，什么样的霸凌，想要跟社会大众做一个交代跟分享。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我希望从此之后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霸凌者，这才是我们今天台湾最善良的世人，不是吗？首先我要说的是，在2022年9月22号，这都是检察官。台湾优秀的检察官帮我们做的电视截图，他公布了我的名字张淑娟。然后当时因为他们的竞选主轴就是支持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蔻，所以吴世耀立委在现场，在节目，我们提出呼吁的时候，他们继续霸凌。这是一个媒体加资深媒体人、立法委员还有名嘴台湾集体霸凌事件。我没做的事情，在电视上都留下记录。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全球的网络都看得到。然后在节目上，他说：“哦，有人证、有物证、有 VIP。”检察官说：“那这些通通都没有，你要怎么解释？”所以当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都有人证、物证，在节目上，这些有文字稿、电视截图，这些都是犯罪的证据。”检察官起诉了他们5个罪名的诽谤罪。你说我滚床单，然后在这个 VIP 里面，当然蔡玉珍她也跑去政治到了说，哦，这个人还没结婚，中国小姐，已婚人士，那时候1999年我根本还没有结婚，这样子的污蔑跟串联，让全球媒体播放我的资料。然后这个地方在我们9月23号提出声明稿说不是我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踩刹车，马上说啊报道有错误，查一下，都不肯，然后逼得我们只好9月26号去按铃提告。这就是大家看到我在9月26号在现场的时候嚎啕大哭，我都被吓坏了。我不相信台湾有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你突然间被人家轰炸，然后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是当年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严重的声明稿的时候，他都是可以踩刹车的，一直逼要我们提告。然后除了滚床单之外，其实他们还攻击了说，哦，如果你要提出声明，那我一定要攻击你在华航。然后他说我华航特权进去，我爸爸是将军，哦，我都不飞华信航空，然后我1个月就飞阿拉斯加，就发生不可告人的事情。
问题是那个座舱长到现在都不存在，用一个幽灵座舱长攻击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华航的同学，76期的同学到现在都活着，他们都还在飞。我的组长才70多岁，没有杀力成这个幽灵座舱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蔡玉珍出庭之后，她道歉，但是她一直说有座舱长。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华航又不是野鸡车，来一班就可以上。我们考了1整年，训练1整年，怎么可以随意想飞就飞，自己就飞阿拉斯加？班表是公司规定的。然后我要说的是，我有讲过说，我在华航争取的是一个端盘子，我就是一个空服员，在飞机上负责清盘子，我还要整理厕所。这是一个薪水很高，对贫穷家庭解困。帮助家计的工作，并不是去竞选总统，这样子的工作也要被污蔑，然后又说我嫁入豪门，所以他几个诽谤罪都不成立。那自然在这个整个时间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还加上网军的霸凌，我们怎么样报警都没有人理我们，然后说抓不到，那网军抓不到就算了。我出庭的时候，检察官就问我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合照？”我跟张小妍，我说：“我没有跟他照过照片。”他把我在台塑企业 Forte 化妆品的脸挖下来。我出庭之后去 Google 他们夫妻，这是人家夫妻的照片，这样子移花接木的网军霸凌。然后我在圣心教书的时候，也把我贴上类似寄生上流这样子的，在周玉蔻的脸书下联合网军集体霸凌攻击我们。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惊吓，然后整个案子在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开庭我才知道说，当你1999年绯闻发生的时候，是3年前周玉蔻跟蔡玉珍去吃饭，他们跟维格的校长吃饭，我的同学在那里做服务，被叫进来打招呼，他是维格基金会也是工作人员，然后你吃完饭隔了17个月。突然间要选举了，你觉得这个陈时中的选举有危险，你要打蒋万安，所以你就把他爸爸的案子拿出来泼脏水。检察官跟法官出庭的时候都问说：“哎，你们播这个新闻之前有没有问过那个证人啊？”他们就说没有。那你播这个新闻之前有没有问过张小姐？没有。我相信媒体记者做新闻，你至少要问到受害者吧，跟加害者吧。肇事者你不问车祸的人、被撞死的人，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写新闻。所以他隔了17个月开始做文章，所以他完全没有求证我。这就是检察官，我觉得他非常优秀。你未经查证，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是假的。比较让人家觉得心痛的是说，1999年是一个历史，一个人可以把当年几百个记者。报纸、杂志、电视媒体报道铺天盖地的新闻篡改，他漠视新闻前辈，觉得我最大，这种只手遮天的媒体女皇，我觉得不可思议。在法庭上一直跟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要跟你道歉。”但是你出的证据都是假的，然后检察官跟法官希望他们能够把座舱长找出来啊，在哪里？他说：“哦，座舱长跟我是好朋友，请他跟我联络。”就没有这个人。然后我觉得不可思议是，我们遇到第5庭开完庭，审判长邓君豪非常优秀，他把证人叫来2遍，证人签切结书，伪证罪是判7年的。我的同学说，从头到尾全世界都知道那个女主角是王某某，我怎么可能会说错人？这时候周玉蔻小姐就很妙了，隔了3年，她写了一封信来，写给我的律师邀请函，她还请我喝下午茶。她说啊，张姐，我好仰慕你哦，我请你喝下午茶，我要用我的人脉帮你开节目，我要帮你卖作品嘛。我觉得你把一个人都打昏了，丢到那个臭水沟，尸体已经曝尸3年了。你写这封信来的时候，只希望我们撤告，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说，社会的名嘴不要再乱政，也不要干政，而且媒体是要负责任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会穿这件衣服来，是因为我在华航的时候，我身上的这个飞鹰是飞鹰奖章，这是乌月董事长颁给我的。然后我是代表中华民国1988年到波多黎各拿下世界小姐国际第2名，还有亲善奖。我没有棒球队的这样子的奖金，我是请假去的，所以我的收入是减半。
我离开华航是因为太多的公务，我没有办法继续飞，我是来赚钱养家的人，所以对我身上来说，我是自己一个背着国旗，要求自己一生活到63岁在台湾的人，奉公守法的百姓。我希望周玉蔻小姐，当你们攻击别人的时候，请你们做功课，然后不要为了自己的政治红利，不要为了你的几万块的主持费或几百万的电视收视率。还有就是在民视电视台，我觉得非常离谱的是，就是他们自己的节目里面，这个是证人自己签切结书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民视电视台他们自己的胡婉玲的民事新闻委员会哦，在这对民事自律新闻委员会，他们自己公布，因为电视台是公器嘛，然后他们文林委员说，请问滚床单是不是负面名词？然后他就说哦，滚床单不是负面名词，因为这个节目收视率在那个2个礼拜，为了讲我讲的10天，收视率爆高，都是花篮。我觉得，胡婉玲小姐，你自己是民视当年1999年的主播，你就播过这个新闻，你的电视档资料里面都有。为了电视台牟利，拿政府标案都不应该赚这种黑心钱，这是我们觉得痛钱。社会大众，我感谢每一个温暖的手，因为我就是这2年多来被霸凌的人。我按铃的时候在现场，周玉蔻阻挡在前面的时候，我谢谢洪伟委员帮我挡住了他。我那时候就说，与其被霸凌死，不如出来勇敢来对抗。我讲这句话是真的呼吁网络公司被霸凌的人，可是很痛心看到劳动部又有人过世，所以我觉得谢谢每一个温暖的手到美学山山处帮我加油。现在是网络的时代，他们的攻击已经在全世界。我佛罗里达的同事，我在法国念书的朋友，都到美学山上帮我加油，所以我相信华人的世界是温暖的。这也是我今天希望开记者会跟社会大众说明，然后谢谢大家，然后感谢大家给我温暖。如果你们没有帮我喊加油，我真的也撑不下去。非常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每一双温暖的手。当你们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救助那个想要轻生、活不下去、被霸凌的人。你知道，当你被人家说成衣服脱光，在一个床上跟别人滚床单的时候，那对我来说是多大的羞辱，而且我根本没有去，还必须去图书馆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同学请我带话，他说如果他们2个再这样说，他也要告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他没有说的话，他也不会污蔑别人。那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王宏威委员，对他来说，我觉得他是超越蓝绿的。我也谢谢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我觉得媒体就是防腐剂，你们防守了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才是最后。我也谢谢检察官，就像保姆一样保护了我，更谢谢检察官帮我起诉他们，然后法官帮我做出正确的判决。希望能够抿嘴收敛自己，不要为了赚钱车马费。你的大富大贵，当你在享用的时候，是别人用命换给你的。如果周玉蔻小姐跟蔡玉珍小姐真的觉得有悔过的话，应该到牢里面去真心悔过，而不是继续说完道歉，明天继续霸凌下一个人。那这对我们社会来说是不得安宁。我真的希望我是最后一个被霸凌的人。这个案子太痛苦了，我谢谢每一个在这个2年多来我吃药的每一个医生，都帮我打气，也谢谢每一张温暖的手，才能够撑起被霸凌的人活下去的勇气。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那个张淑娟小姐啊。那么跟大家所做的报告，我想这个事件啊，在2年前，9合1大选的时候，在整个社会也是喧腾一时。那当然，时隔2年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而易见，而且是简单的一个媒体霸凌事件。也就是说，周玉蔻小姐跟蔡玉珍小姐，她们挟着公共资源、媒体资源，在连续报道、评论10多天，一个不实的报道，把一个完全这个过去在这个历史上，在新闻史上都已经报道非常详细的一个新闻事件，
突然把它灌在一个毫不相关的人的身上，而造成了张淑娟小姐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在这个过程里面，张淑娟小姐也曾经试图用澄清跟说明的方式，希望当时包含周玉蔻小姐和制播这个节目的民视公司能够提出一个说明，甚至你们可不可以停止报道跟评论？可是他们不为所动，只是为了当时的一个选举的目的，还有为了他们的收视率而已。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在这个事件里面加诸这么重大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巨大的压力，而且造成他的创伤，这是不折不扣的媒体霸凌。所以我们感谢就是检察官起诉的检察官，还有在昨天做出判决的法官们。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其实张淑娟小姐她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他在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赖给我，把整个的这个司法的过程里面他觉得他的疑虑，因为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周玉蔻跟蔡玉珍小姐，他们两个是不停的狡辩刚开始都不认错，而且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可能是刚才包含律师和张淑娟小姐没有讲的，在过程里面。那么他曾经跟我讲说，哎呀，几月要做出判决了，要做出判决，可是后来没有做出判决，而竟然呢，承审法官就请辞了使得这个案子就一直拖到现在才做出了一个判决。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所有明眼人都看到，其实这个官司需要拖2年多之久吗？那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迟来的正义我们也希望这个媒体霸凌事件，我们不敢讲说从此以后就没有媒体霸凌事件，但是我觉得媒体霸凌的惯犯，尤其周玉蔻小姐，她的在媒体里面的造谣作假、任意的毁人名节，这样的事件已经到了罄竹难书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事件能不能让周玉蔻小姐的媒体霸凌能够得到应有的教训，也能够让她停止继续的透过她自己所掌握的公共媒体资源来继续，只是为了创造她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者她的收视率，或者便于她自己可以去拿标案，然后可以任意的去造谣，可以任意的去毁人名节。好，那我想那个今天记者会，我不晓得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当事人。淑娟姐，可以问一下，那个当时周玉蔻跟您写信，他就是跟您说要跟您约喝下午茶，然后帮您开简脉，可以详细一点说明。他有在信中说要跟你道歉之类的话吗？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案子检察官在2023年7月5号起诉之后，我们是告刑事，所以我们一共出庭了6次，在第4次的时候，他们要求证人再出庭，证人2次都签切结书说我没有讲过，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当庭诘问他，他就没有，这证人还是说没有，就没有责了。所以我非常谢谢台湾优秀的合议庭的检察官还有法官，他们自己在审判长就是直接问了证人说没有之后，他就说那我6月28号后宣判了。可是要宣判之前的时候，突然间又喊停说他们又有新证物，因为每个证物都假的嘛，所以检察官就说怎么会办过一个案子没有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然后一直讲你们去吃饭，那你们自己去吃饭是你们的事情，怎么会用闲谈伤害别人博眼球？所以当他要求要开庭的时候，要宣判6月28号的时候，我们律师就收到周玉蔻律师的信，对，律师他就写说他有一个邀请函，请我喝下午茶，他非常的仰慕我，然后他要帮我开节目，他要帮我卖作品。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很伤心，更伤心。就是你把一个人丢到地牢，已经关了3年，没有天没有日，然后你这时候要突然间希望请我喝咖啡，这么喜欢我，
你喜欢一个人，怎么会在人家一生的故事上泼粪丢屎？我觉得，然后这样子污蔑之后，现在要来喝下午茶，这个下午茶我是喝不下去的。我跟律师说，我没有办法和解，因为你每次出庭都不认罪，你知道被害者没有真相是没有正义的，你没有还原真相，你连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认罪你都不肯认罪，就是你开车撞一个人，撞了1遍，撞到10遍，你觉得你无罪。那我怎么跟你喝这个下午茶呢？是这样的情况，对，所以你的信写的再漂亮，我也会写啊。如果我能够随意杀了一个人，写一封信请你喝茶，那个人都死掉了。你在9月22号公布我名字的时候，你就把张淑娟当场杀死了，而且你是用强暴犯的方式在媒体集体强暴，让每一个媒体传播出去，这样子我怎么跟你喝这个下午茶呢？我是要吞下去、喝下去，还是泼在自己头上？因为我们家整个屋子都被你泼粪了，2年多都还没有干，是这样的情况。好，反正就是显然嘛，他已经知道快要他那个官司要输了，他被判决有罪了，就跑来跟就是要求和解啊。这封信突然又说仰慕他，要跟他喝咖啡，要给他什么卖东西。做节目啊，这就是这一贯的手法嘛，哦。那我不晓得其他媒体朋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记者会。那我们再次的感谢检察官和法官呢，真的能够还张淑娟的一个清白啊。那么也希望能够导正我们现在这种不孝的媒体人啊，这样的一个媒体霸凌的现象。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来。这个还是留给我，好不好？这个待会发给他。好。